2025上半年，全台湾盖好可以交屋的住宅，创下了将近20年来的新高。未来3年，估计还会有8到10万户建商卖不掉的余屋堆在市场上。照经济学最基本的一条，东西多到卖不完，价格应该要跌。可是房价没有跌。上一集我们讲过一句话，在台湾持有一间房子几乎不用成本。这一集我们要回答上一集留下的问题：当囤着几乎不痛，建商到底是怎么把囤变得比卖还要赚钱？这套生意经比你想的更精密。先把一个迷思打掉，房价贵是因为房子盖得不够。看数字不是不够，是这几年房子一直在大量的盖，大量的完工。照供需法则，这么大的交屋潮砸下来，房价该松动。但你打开实价登录，房价只是涨得慢一点，没有真的跌。为什么供给爆量，价格却按得住？因为决定价格的不是盖了多少，这是愿意用什么价钱放出来多少，而那只手握在建商手上。房子盖好了，不代表他会用合理的价格进到市场。建商可以盖好，慢慢卖，分批卖，卖不到价就先摆着。一个大型建案往往切成好几批开卖，第一批试水温，第二批就往上垫。真正愿意降价成交的那一块，其实一直被卡着。建商宁可摆着也不卖，不是赌气，这是写在他们财报里的策略。打开任何一家建设公司的账，它的存货会拆成3块。注意第1块和第3块，囤的土地和囤的成屋。对一般人，房子是拿来住的；对建商，这3块都叫存货，是会自己增值的存货，摆着不卖，账面也不亏，因为地会涨，房会涨。更关键的是，盖好卖不掉的余屋，建商还可以拿去跟银行借钱，这叫余屋贷款。房子空着，照样能变出现金流。走一遍这个循环，盖好一批房子，卖掉一部分，剩下的当余屋摆着。这些余屋拿去跟银行抵押，借出一笔钱，再去买下一块地，养下一个建案。房子有没有真的卖掉，有没有人住，对这个循环根本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它账面上一直在增值，随时能再借到钱。那如果建商选择降价求售呢？降价等于当场认赔，还会拉低同个建案甚至周边的成交行情。所以最理性的选择从来不是卖掉，而是慢慢卖，撑住价，撑不住就先摆着。囤着不但不痛，还能一边养着一边借钱。你可能会说，政府不是课囤房税了吗？ 2.0 都上路了。我们诚实的看，账面上 2% 到 4.8% 确实变重了，但问题不在税率，在乘上去的那个基础。房屋税课的不是市价，是政府自定远低于市价的评定现值。财政部算过，36万户一年多收26亿，平均一户一年才多7000多块。对养地囤房的人来说，这是零头。这就是为什么囤房税 2.0 上路，房价没什么反应。不是方向错，是力道还搔不到痒处。而对建商手上那些盖好卖不掉的余屋，制度甚至更客气。建商刚盖好的余屋，第1年只课 2%， 是整张表里最低的。明目上叫鼓励赶快卖，但它等于告诉建商，囤个2年以内几乎不会痛。要等到税率真的咬人，得拖过4年、5年。更微妙的是，这2年市场上先建后售的建案反而增加了4成，因为先盖好再慢慢卖，比预售更好控制节奏，也更好闪过管制。你以为制度在打囤积，建商却把它读成一张可以囤多久的时刻表。土地更是如此，低利率让建商的资金成本极低，地价税的税基同样偏低，于是养地变成一门稳赚的生意。买一块地什么都不做，等个几年、10几年，光是增值就远远超过这段时间的持有税。这几年政府不是没出手，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大修，被称为史上最重大炒房。这些规定有用吗？
对短期投机的散户有用。签了预售约，转手卖红单就跑的玩法被堵住了。司法人购屋也改成许可制。但你把这些工具瞄准的对象排在一起看，他们打的全是买方端的投机。可是建商那一套合法的分批开盘、合法的摆鱼屋、合法的养地，那种生产端的囤，从头到尾都是合法的，规则根本没有把它定义成炒作。真正对建商囤动手的其实是央行，而且是这2年才补的洞。要等到2020年以后，央行才开始规定买了地的现启动工，才开始盯余屋贷款。在那之前，买地放着养，盖好摆着囤，是几乎没有人管的。管散户的红单又快又重，管建商的囤地囤房却慢了10几年。那囤到底治不治得了？有人示范过，加拿大温哥华2017年开了一个税，叫空屋税，空着就课总税，让囤变贵。注意他课税的方式，他不问你有几间，只问这一间是不是真的空置。空置超过半年，就用市场估值的 3% 课下去。一间估值1000万的房子，空1年要吐出30万，7年空屋掉了2/3。原本空置的房子被逼出来，变成有人住有人租。但这里我要诚实的补一句，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讲。空屋税确实把空屋逼了出来，但它对房租的效果是有限的，它不是万灵丹。但它证明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，让持有空屋真的变贵，囤积就会松动。温哥华课的是空置趁市值，台湾课的是户数趁政府低估的现值，并且建商的余屋头1年还只课 2%， 瞄准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。回头看台湾，我们也有囤房税、空地税、地价税，最高累进到 5.5%。工具不是没有，差别在于温哥华把税基定在会痛的地方，台湾定在感觉不到的地方。同样叫税，一个拿来改变行为，一个只是聊备一格。所以回到这一集的问题，建商为什么囤比卖赚钱？答案不是建商比较贪，而是这套制度把整道算式设计成了持有不痛，余屋能借钱，养地稳赚，红单管散户却放过建商。在这样的算式底下，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囤。要怪的不是人性，是算式。而算式是人写的，也能被人改写。温哥华改了，至少把空屋逼了出来。我们不是没有工具，是没有把工具的力道调到真的会痛的位置。这一集我们拆完了囤的生意经，下一集要问一个更难看的问题。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中国、香港，这些地方政府都曾经对房市重手出击， like 为什么只有台湾迟迟不敢真的动手？下一集我们把邻国的铁腕一个一个摆开来比。